万众期待的邪典恐怖片段《魂小丑3》，今天它终于来了。一部将肆意砍杀进行到底的爆汁血浆片，刚上映3天就荣登北美票房冠军，狂揽1825.8万美元。然而，如此惊艳的票房成绩却并未获得好莱坞的赞助，只因本片太过血腥和暴力，仅开场前5分钟就击退了无数影迷纷纷离场。但该片却得到了众口恐怖片爱好者的一致盛赞，更有人称赞它是迄今为止最好看的砍杀恐怖片。友情提示：片中有大量血腥杀戮场景，可能会引起不适。如有任何不适，请立马暂停观看。故事开始于宁静而祥和的平安夜，这晚家家户户张灯结彩，喜迎圣诞老人的到来。深夜，所有人都沉浸于甜美梦乡。然而，这户人家的烟囱里却传出了断断续续的摩擦声。下一秒，主卧的房门就被猛地推开，刺眼的灯光唤醒了沉睡的女主人，发现小女儿正处在门口。女孩表示自己听到楼上有脚步声，应该是圣诞老人送礼物来了。母亲自然不相信这些童话故事，便将小女儿带回房间，谎称那些是圣诞老人的精灵，正在检查屋顶安全，确保圣诞老人能平安到达。天真的小女儿信以为真，让母亲准备一些牛奶和饼干分享给精灵。然而就当她准备回房休息时，房顶再次传来公公公的声响。女人有种不祥的预感，本想让丈夫出去查看，可这个废物却睡得像个死猪一样。楼上的女儿听到脚步声越来越近，便好奇地出来查看，正好看到圣诞老人的高大身影从眼前闪过。女孩欣喜若狂，急忙找来弟弟见证奇迹。没想到他和父亲都是一个鸟样。女孩出于好奇，便躲起来偷偷观察圣诞老人。结果却看到恐怖的一幕，本以为圣诞老人会像童话故事一样给他送来精美的礼物，然而下一秒居然从包裹里掏出一把消防斧。随后圣诞老人拎着斧头来到2楼，悄悄走进弟弟房间，女孩好奇地跟在身后。然而下一秒，对此隔壁睡得跟死猪一样的夫妻却毫无察觉。没多久，圣诞杀手就闯了进来，上去就是简单粗暴的疯狂乱砍。不知情的女人以为是丈夫在说梦话，直到看到满身的血水，她才意识到大事不好。但他并没有忘记自己杀人玩乐的初心。看到女人想要逃跑，对着她的美背就是一斧，接着就上演了电影中最精彩的砍杀3连斧。因为尺度过大，喜欢的小伙伴请看原片慢慢欣赏。连杀3人的圣诞杀手悠哉地享受着圣诞美食。就在他准备收工转战下一家时，橱柜里却传出声响，打开一看，竟是那个亲眼目睹家人被杀的小女孩。此时的她早已被吓破了胆。邪恶小丑见状摆出招牌性动作，并挤出一丝癫笑，接着镜头就转移到了那把沾满鲜血的斧头上。可想而知，小女孩也难逃这悲惨命运。随着音乐的响起，《断魂小丑3》的大标题也震撼亮相。这部电影的剧情紧接第2部。上一部中，女主小美与小丑浴血奋战24小时，虽然保住了自己和弟弟眼镜，但父母却在恶战中双双丧命。小美因为伤势过重住进了 ICU， 好在经过多日治疗成功转危为安。今天是她出院的日子，叔叔作为唯一长辈将其接到了自己家，婶婶为表欢迎还专门准备的精美房间，小表妹更是开心的一刻也不想和她分开。看着眼前幸福的场景，小美决定忘掉过去，重新开始生活。然而那些不太好的画面却在餐桌上再次出现。Just like you killed your mother? That was bad. 对此，小美只感一阵反胃，便转身回到了卧室。想到有着同样心理阴影的弟弟小眼镜，她直接就拨通了对方的电话。在了解到彼此有所好转的现状后，两人相约一起过今年的圣诞节。可一直以杀人为乐的小丑又怎会金盆洗手？他总是在用无敌变态的手段制造着混乱。画面来到一处破旧木屋里，黑人警察执行任务时意外发现一具身穿小丑衣服的无头尸，他急忙向上级汇报情况，请求支援。可各部门现在都已下班，根本无人来接手，于是他就小心地四处寻找线索。再一看，原本躺在地上的无头尸却消失不见，下一秒无头尸就死而复生，死死勒住了男人的脖颈。男人使出浑身力气扣动扳机，不想这招对他却根本不起作用。最终男警察被折磨成了一具新的无头尸，而他的头则被无头尸安在了自己身上，拼装成了一具全新的完整身躯。因为融合了黑人警察的血液，小丑便来到了对方上班的警局作恶。在警局，他找到了自己久违的头颅和搭档毁容女。此时头颅正在啃食女警员的尸体，碎肉通过消化系统直接投喂到了毁容女嘴里。值班的男警员闻声走来，正好看到了最恶心一幕，毁容女因为身体里融合了女警员的意识，不停祈求男警员施救。
对此南景元也不知从何下手。就在他愣神发呆之际，毁容女一个箭步就冲了过去，不管南景元怎么用力，他就好像钢铁之躯一样毫无反应。这时小丑杀手也扔掉了那个不适合自己的黑圆头颅，踉踉跄跄的来到了这里。两具怪物你一榔头我一棒，很快就生吞活剥了该警员。完事后无头氏安上头颅，和毁容女一起坐上了返回老巢的地铁。中途一个小丑装扮的演员登上列车，他以为遇到了同行，就热情的招手示意，并拿出相机打算拍张照片记录对方的逼真妆容。两个怪物一看有人主动上门送餐，当场就送演员去了西天。回到老巢的毁容女还尚存女警员的意识，因为无法接受现在的丑陋容貌，她对着镜子就疯狂自残，最后还拿起玻璃渣坐进浴缸放血自杀。而小丑杀手就坐在摇椅上静静的发着呆。4天后，2名警察根据线索一路追踪到了这里。为了快速结束任务，两人决定分头行动。帽子男在1楼看到了浑身结满蜘蛛网的小丑，他本能的上前打招呼，结果刚凑到跟前就被吓倒在地。小丑见他想逃，捡起铁钉就划开了他的脑瓜盖。另一边的胡子男在浴缸里看到了被酱汁包裹的毁容女，他以为对方已经变成一堆腐肉，结果下一秒就被毁容女手中的玻璃扎中脖颈。就此两个警察也全部因公殉职。为了将自己杀人快准狠的特点发挥到极致，小丑又研发了一种新型制冷剂，而眼前的小鼠仔变成了第一批实验对象。小丑看到效果如此满意，心里乐开了花，因为一起新的快乐杀人就要马上上映。画面来到一处正在营业的午夜酒吧，此时圣诞老头正在提前庆祝节日的到来，他左搂右抱，好不惬意。殊不知很快他就会变成小丑的残杀对象，因为小丑早已相中他身上的圣诞服，为了将其据为己有，他直接就干掉了其他闲杂人员。完事后又将老头脱光绑于板凳上，老头不想这样含冤而死，便通过上有老下有小的肺腑之言唤醒对方内心的善。不想这些话对小丑来说就是一堆废话，转手就拿出自己的制冷剂呲了上去，结果惊恐老人瞬间变成了新鲜雪人。小丑一看热血沸腾，抡起小铁锤就砸了过去，画面过于上头，请移至原片慢慢欣赏。有了这件像样的圣诞衣服，小丑挎着一包神秘礼物就来到了热闹商场。今天正好是圣诞节前一天，所有人都沉浸在节日的欢乐气氛中。此时小表妹也带着小美来到了这里体验美好。就在他们选购衣服时，小美却好似感应到了什么。此时小丑正大摇大摆地向人群走去，他好似也感应到了小美的存在，伸出血手就打起了招呼。不想这一幕却让小美再次想到了屠杀那晚的恐怖小丑，她害怕地站在原地发呆愣神。等他反应过来时，小丑早已不知去向，但这还是给小美带来了些许不安。于是他便找到弟弟小眼镜谈及此事，没想到小眼镜不仅不当回事，反而把这种担心当成杞人忧天。小美不想悲剧重蹈覆辙，就劝弟弟和自己一起到叔叔家庆祝圣诞节，结果却被对方残忍拒绝，因为学校还有一个圣诞晚会等他当特邀嘉宾。介于此，小美只好独自返回叔叔家。商场这边，小美刚离开不久，小丑就大摇大摆地来到了圣诞老人的宝座前，他坐在上面翘首弄姿，好不开心。很快第一个小女孩就被他引诱了过来。随着这个礼物的现身，更多孩童也冲到小丑跟前争抢礼物。商场保安一看有人来抢生意，直接就将小丑赶出了人群。然而小丑却表现得极为兴奋，因为最后抢到礼物的小男孩正在打开礼物，下一秒另一边，小美刚回到家就看到了商场爆炸的新闻报道。通过目击者的描述，她确定凶手就是那个小丑，于是就劝叔叔一家赶快离开这里，因为小丑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大屠杀。可大家却无一人相信，都以为是上次的屠杀事件给他造成的后遗症。但小美坚信这一切都真实存在。由于放心不下唯一的弟弟，她便让叔叔去学校将其接过来。叔叔为了不让小美继续发飙，只好穿上衣服去学校接小眼镜。没想到他刚离开不久，家中就来了不速之客。小美听到动静出来查看，正好看到了毁容女的不堪容颜，她被吓得大声尖叫。此时小丑正忙着在墙上悬挂人皮标本，听到小美的叫声后，他便停下手做了个标志性归零。小美害怕的拔腿就跑，结果前脚刚迈上台阶，后脚就被小丑扔到了100米开外。但他并不死心，还想继续反击，结果还没起身，小丑就来到了跟前。等他再醒来时，发现自己和婶婶已经变成待宰羔羊。小丑见状，赶紧亮出提前准备的特殊礼物。只见鸟笼里几只老鼠正兴奋地啃食着人脑袋。婶婶以为是女儿已经遇害，痛苦地哇哇乱叫。小美由于被胶带封着嘴，只能无奈地挣扎摇摆。让我们一起摇摆，一起摇摆，
这时，两个变态小丑却开始了更为残忍的虐杀表演。他们将大圆筒强行塞进婶婶嘴里，看到效果不怎么满意，又抡起大锤使劲捶打。很快，婶婶就变成了全身是血的猎头女，但小丑好像还不死心，竟然又将小宠物顺着大圆筒塞进了婶婶的喉咙。婶婶被折磨得生不如死，小丑却看得热血沸腾。但是出于对小宠物的担心，他还是割断了婶婶喉咙，将它们放了出来。看着女人彻底断气，毁容女又将矛头对准了小美。她摘下头顶那个用铁钉编制的高级花环，直接就戳在了小美头上。看到他被折磨得没了力气，小丑又给鸟笼里的头骨配上了一副眼镜。原来这正是小美父亲的头骨。小美无法忍受父亲被如此糟践，气得火冒三丈。毁容女看到她的潜能被激发了出来，便死死掐住小美的脖子，想趁机占据她的身体，完成灵魂互换。同时，小丑也将大砍刀架在小表妹脖子上加以刺激。不想两人的联袂操作却帮小美升级成了超级女神，直接就用祖传的驱魔刀送毁容女下了地狱。小丑看到搭档死去，举起电锯就朝小美冲了过来。小美也不甘示弱，硬是凭借驱魔刀将电锯抵在眼前，但很快她就有些体力不支。小表妹见状赶紧上前打辅助，虽然没有击中要害，但小美却得到了片刻的喘息。这次她的杀伤力再次爆表，直接就用驱魔刀将小丑对在了墙上。就在他只剩下最后一口气时，急于去地狱投胎的毁容女却成功打开了一道地狱之门，小表妹正好掉入其中。小美听到小表妹的叫声，急忙过去搭救。她死死抓住驱魔刀，试图用刀柄将小表妹拉回人间，没想到下方的力量过于强大，小表妹拉着驱魔刀就掉到了地狱深渊。待地狱之门关闭后，房间内恢复安静。诡异的是，小丑却消失不见，只有他曾戴过的圣诞帽子残留在地上。小美看向手上那深深的刀口，却丝毫没有任何痛感，因为他的身体已经拥有了自我修复功能。画面一转，小丑出现在公交站，他搭上了一辆公交车，又准备开始新的屠杀之旅。你叭叭啥呀？瞅那损色！